哇，好燙，有点燙手。画面中正在给牛掏粪的是我们一点点不一样的编导张扬，在他旁边教学的是大家很熟悉的龙兽医，他从业已经超过30年，是一名资深的乡村兽医。和城市中的兽医主要治療猫狗等宠物不同的是，在寒冷的东北农村，他面对的主要是动輒上千斤、关乎家庭生计的牛。那这一次，我们派出张扬来到东北学習體驗兽醫這份職業，也可以帶你們來深入了解一下我們身邊的這些動物。而龙兽医给张扬教学的第一課就是如何給牛配種。咱這一種收精方法是直腸把握法。我感覺就是我們生物數學學過的，去牛津的有什麼手握法、假陰道法、電刺激法。大哥，這個相信是已經取好的經驗。你是不是學獸醫的？我學生物的。是不是來挑戰我來了？那不，我跟你學習體驗的是。第一步驟是掏牛糞，能掏嗎？是這手，這是是左手，左手掏吧，別摟，上邊，不对，上邊，哎對，哎，它裡面很緊，暖和，哦，就是要給它都掏出來。對，摸着軟黃金了吧？哦，哇，好燙，有點燙手。對，往裡倒，往出倒，對。這個手感感覺像在和面。我本來以為可能會先觀看一下，結果我就第一下直接就來體驗了。好了，這麼多都是我掏出來的，聞一下，大家聞一下。那在張揚成功掏乾淨牛糞之後，龍獸醫也上手完成了輸精操作。這裡用到的直腸把握法是獸醫臨床中的一項絕活。首先準備好牛的動筋，用手掌摩擦生熱，使精液管迅速升溫復甦，並安在輸精槍上備用。然後你就可以把手伸到牛的菊花裡面給它掏糞。那當然，這並不是為了治療便秘，而是排除糞便的干擾，讓手更加清楚地摸到子宮的結構。那牛的直腸壁薄且有彈性，而相鄰的子宮頸比較硬，有3到4道環狀褶皺。操作的時候，一隻手隔着直腸抓住子宮頸，將其固定或者套在輸精槍頭上，輔助槍頭順利通過這些褶皺，然後再緩慢推入精液，完成配種。那這門手藝可以說，除了給牛配種之外，還可以通過觸摸子宮的變化來判斷母牛有沒有懷孕，還有懷孕多久了。反正這個掏牛屁股就可以測孕，聽起來有點不優雅，但是真的還是挺神奇的，對吧？那當然，這一項測孕聖手的絕技學會需要長時間的練習，張揚真的不太可能在3天時間內完全掌握，所以只能化身為無情的掏糞機器，從早到晚做一些基礎的前置工作。我看它菊花在收縮，這個牛的屎比較硬，感覺掏不動都。哎，裡面真的很暖和，暖手寶。因為牛的體溫大概有38、39度，這個溫度比我體溫還高一點點。看這麼。那麼這些配種成功的母牛需要懷孕多久會產崽呢？那龍獸醫告訴我們，時間是9個半月，和人類是比較接近的。一般一胎只有1頭，那大部分的牛在這個過程中都可以順利的生產，然後還有一部分可能會因為胎位不正、胎兒過大等原因導致難產。那這個時候養殖戶往往就會呼叫龍獸醫來接生，也就是東北話裡常說的扯犢子。那麼這幾天一共扯了3次犢子，其中印象最深刻、陣仗最大的是最後一次。這是一頭出產的母牛，從頭天晚上羊水破了到第2天上午還未生下牛犢，龍獸醫到達現場之後，也是先進行了問詢診治，結果確認是子宮頸口沒怎麼開好，於是先給母牛打了一針藥劑，並把它趕到外面適當運動，促進催產素分泌，幫助宮口打開。大概過了半個多小時，就來準備接生了。那為了順利扯出這個犢子，需要在小牛身上繫上3股繩子，分別繫在2隻前蹄和頭上，然後根據情況選擇順序拉扯。那一切準備妥當，我們也就開始了正式的扯犢子。要準備開始拉了，拽，吸，拽，出来了，拽這個了，來，吸，出來了，吸，拽，吸，出來了，悶住，出來，吸，出來了，出來了，拽，老妹兒，
抬扔大就伸直快，往上脑袋，那头来，拽上，弄上拽，就往上拽。来，张周，来亮。哎呀，欢迎来到这世界，看看一帮人救你啊！又见识到一个舐犊情深的一个画面，然後這個小牛可能在嘗試自己站起來，感覺我們的努力其實也沒有白費，最後就母子平安，真的就是在母子平安的一個狀態。那麼大家可以來給這個牛取一個名字，下雪天在戶外生下來的牛應該叫什麼牛？叫什麼牛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那為什麼母牛會舔剛生下來的小牛呢？這個舔犢子有哪些具體的作用嗎？我們也問了龍獸醫這個問題，他告訴我們，這個舔是除了可以控乾、防止失溫，也可以讓母牛記住這個氣味，建立母子識別系統，還能刺激母牛的大腦，促進母乳的分泌。而牛初乳不僅僅是高脂肪與高蛋白的食物，還含有免疫球蛋白，是小牛來到新世界的第一道免疫屏障。所以對於小牛來說，這是至關重要的。那假如小牛剛生下來沒有喝奶怎麼辦呢？有人可能想說給它沖點奶粉，對吧？現實中一般是不會這樣操作的。在我們治療過程中也遇到了這麼一個例子，剛生下的小牛可能身體比較弱，半天過去了還沒有吃上第一口奶，那這時候就只能人工擠奶了。那經過龍獸醫的一番教學之後，這張揚也化身為擠奶工，擠起了牛奶。這手法不錯呀。可能手勁比較小，比較柔和啊，手法不錯。才需要它做的比較多。哎呦，使上了吃奶的勁兒。哎呦，噴到身上了，跪在地上擠了這麼多。他就用伸舌頭去舔。可以呀，你這飼養員可以呀。這還沒生孩子呢，還沒給小孩餵個奶呢，先給牛餵奶了。那在餵完了第一壺奶之後，小牛有了基礎的營養攝入，後面把它引到母牛身邊，引導它學會喝奶，基本上就可以健康長大了。那在整趟學習過程之中，張揚體驗到了各種不同的給小牛治病的辦法，比如說常見的配藥、打針、吊水之外，那還有像這樣的，給發抖的小牛用溫熱水洗澡加按摩來促進血液循環，而且還附贈全套的擦水和吹風機吹乾的服務。那在寒冷的東北，小牛降生之後很容易被凍到，養殖戶往往會把小牛放進溫暖的室內靜心呵護着，在外面也給他們穿上衣服，看起來還是非常可愛的。而大牛因為抵禦嚴寒的能力比較強，往往就放在牛棚裡或者戶外養都可以。那接下來我們在戶外給一頭大牛做了診治。啊，你聽一聽，感覺能聽到它裡面內臟活動的一些聲音。剛才聽這個部位，它是瘤位，這個瘤位聽到動靜了嗎？有一些雜音，就是一點音沒有啊，因為它胃腸不蠕動積食了。正常的話是1分鐘1到3次。那這個應該要怎麼治療的？主要灌瀉藥。就有沒有想起小時候被那種護士阿姨支配的恐懼？這個50毫升，這個都是肌肉注射的。好比說你是牛，聽話啊，別不疼。哎啊！完了，一推完事兒了。好的，這是我第一次給牛打針啊，不對，這第一次打針。哎呦，帥哥不要頂我，我先會固定住。好了，好，完了。按摩，哎。打完針之後，龍獸醫緊接着給這頭大牛做了洗胃手術。你可以看一下，這是給牛做手術的管子，對比一下我們做胃鏡的管子還是粗了不止一點，而且沒有麻藥。在戶外零下20-30度的氣溫之下，我們也是一邊聽着大牛發出哀嚎，嘔出了積鬱的草料，接着給它灌上藥，完成了這一場手術。那前面我們看到這些病症相對來說是比較輕微的，而且治癒概率比較高。龍獸醫會根據情況給出治療方案，但是有的時候有些牛的病症會更嚴重一些，治療的方法可能也會不一樣。感覺它這個跳的這個聲音會連在一起的，一直在跳，就是感覺每一聲都連在一起一樣。先天性心臟病，因為大母牛懷孕期間缺營養缺太多了。那它這種好治嗎？這個心臟病不太好治，盡量搶救吧。確診之後，我們也感受到整個房間的氣壓都開始降低了。所有人聽到這個消息，可能都感覺不是很舒服。而且光看這頭小牛，你也能感受到它比較痛苦的狀態，胸腔和腹腔一直在不規律的抖動，感覺每一次呼吸都很用力的樣子，而且始終沒有辦法站起來，只能躺着。
那面對這種情況，龍獸醫給出的方案除了一些基礎藥物之外，還需要給小牛輸血，來盡力改善它貧血心衰的症狀。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看見給牛輸血，而輸完之後，這頭小牛看起來也精神了一些。它從小養大的話要養多久？对，6個月、7個月。6個月。長大之後的話，那大牛能賣多少錢呢？12000塊錢。那平時會有其他的花銷嗎？就是2/3。就1萬的2/3。那一頭牛1萬塊錢的話，要花7、8千、7千的樣子。6、7千塊錢。就7千塊錢。總共養牛能有1年能有多少收入？反正沒細算，但是說，供點孩子念書還行。在我們所在的東北農村，除了有限的土地種莊稼，養牛幾乎是唯一的重頭收入來源。一頭牛的生老病死，往往關係着一個家庭的全年生計。碰到年份不好的時候，甚至會賠本。而近些年養殖也並不景氣，在治完病之後，大概一半養殖戶會當場付給龍獸醫診費，而另一半則會選擇記賬。那龍獸醫也粗略地估計了一下，在外的欠款可能將近100萬。那對於這些，他的想法也比較淡然和佛系。我這賬就是良心賬，反正你就是有錢就給，沒錢就记了。但有时候这錢吧，就讓別的地方占用了，或者孩子結婚了，給城裡買樓了，或者生病了，把錢占用了，所以說這錢給不上了。那咱們平時就是工作的時間大概是什麼樣子？每天我5點吧，5點就得起床了，天亮就得出發，天黑就回家，半夜有診繼續出發。就平時1年的話，每天都是這樣子嗎？因為這個動物生病啊，它不分年紀，哪怕大年30的，這個牛生病了，咱們也得照樣出診。就可能是身上也是一份責任。對，因為這個畢竟是救死扶傷嘛，醫者仁心。在這片寒冷的土地之上，龍獸醫堅守了整整30年。天亮出門，摸黑回家，拋開賬本裡的欠款，只要一個電話，依然風雪無阻。車辙壓上走了無數遍的小路，駛進熟悉的村莊，守護的不只是生靈，更是無數個平凡家庭面對生活的底氣。好了，這就是本期節目全部的內容。喜歡這期節目的朋友，也歡迎給我們點讚轉發一波。也非常感謝龍獸醫帶給我們見識到了東北農村的別樣生機，讓我們也深刻體會到了獸醫這份職業所肩負的責任還有意義。如果你有更多希望我們去體驗的項目，也可以在彈幕或者評論區告訴我們，我們就把它給拍出來。那麼下期再來點不一樣。你拿萬哥，你沒出力。還洗糖呢？我給龙叔拿。也快！這個是扯犊子給發的喜糖，過年不用買糖。母子平安，一定要吃一個。好嘞。